那么卸钻的课程我们已经在上一节课讲过了啊，我再给大家就是快速的实操一遍。再强调一下啊，卸钻磨的是胶，受力是往侧边的缝隙受力的，不要打磨到饰品的面上，会容易打滑的。不要过度的用力下压啊，往侧边，把顾客的甲面转过来，我们的受力就是往侧边了。你不要这个样子，这个样子你就会往下压了，理不理解啊？左手要辅助我们右手的工作，完成我们的操作流程。就不管你在涂胶的时候，还是在做卸甲的过程当中，你的左手永远都在辅助你的右手完成你的整个流程的工作。然后特别是靠近顾客甲廓的过程当中，你要使用打磨头的时候，不管是任何你卸甲也好，卸钻也好，记住你的大拇指永远要覆盖住顾客的甲廓，让他产生一个安心的感觉啊，不要吓到客人。特别是你卸钻的时候容易打滑，你就盖紧一点，他就不会怕了。还有一个细节就是，你比如说你磨了半天，这里已经你因为这里的胶比较厚，你磨了多次了，你就要换一个地方，然后一会儿再过来磨一下它。为什么？因为摩擦生热，你在这里一直磨，它就会烫的疼啊，烫的不舒服。所以哪怕这里胶再厚，你有意识的，你可能这个地方磨多了几下了，你就要换一个地方，先去磨别的地方，一会儿再回来再磨它，让它冷却一下。就不要怼着一个地方使劲的掏啊，要动起来。然后一定是眼睛判断了，就是你的胶体包裹住饰品上的胶体都磨得差不多了，再换下一个手指，就不用来回反复的换打磨头。来仔细看一下，你看周围的胶体看得见吗？饰品周围的胶体都被我磨掉一圈了。这样子轻轻的它就钳下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的甲面还不会受到损害。如果你要做留一层，你想要做延长甲片的二次利用的话，一定要这样子卸除啊，这样才能又安全又不伤顾客的甲面。然后你在卸的过程当中，很小的钻它可能会容易崩飞起来。这样子你先，我教大家啊，这个细节就是你先卡住你要卸的这个地方，看到没？卡住它了之后，用大拇指盖一下，它就不会飞起来，理不理解啊？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这根甲片也是要卸除的，那我们就不用那么麻烦，不用做留一层的那种，直接卸除的情况下，我们拆掉了上面的钻了之后，我们直接倒过来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倒过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有那种指心肉，就是经常做美甲的人，他的这个指心肉 C 点就会长得特别长。倒过来的目的是为了眼睛能直观的看到顾客的肉在哪里，不要剪到顾客的肉。因为如果你是正过来剪，你是不是就是要担心剪到它，担心底下的肉会不会被剪到，从而是不是剪短了，剪少了？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不是就是剪的越多，我们打磨的面积，胶体的面积是不是就越少？你看你留这么多，你要磨这么多，那你留的越短，你是不是卸除的时间就越快？
所以就是想要快速的卸除的情况下，就是把它给倒过来，眼睛看的能往短了剪就往短了剪，这是一个偷懒的好方法啊，看得见吗？然后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？可不可以大家看不看得见？这里有一点点的本甲，有一些顾客他是希望能保留本甲的啊，是希望能保留本甲，不希望你把它本甲磨短的。所以倒过来的重点就是第一个，不要剪到顾客的指心肉，然后第二个不要剪到顾客的本甲。那当然这个是你提前沟通的。那如果顾客今天想就是本甲也剪短了，那也就无所谓了，你剪到他本甲也 OK 的。但是有一些顾客他想要保留自己的本甲，你把它剪掉了就会很尴尬，你接下来的操作流程过程当中两个人就会迷之不舒服，理解这个细节吗？好，然后就是尽量多剪，我们磨的就少了啊，多剪一点磨的就少了，理解一下这个道理。然后剪的过程当中，就是你底下手指头一定要压住顾客的这个甲床啊，不要过度的拉扯，固定住他的甲床，就不会因为长指甲而被扯得疼了，这也是一个细节啊。好，先剪掉，剪掉了之后呢，我们用我们的绿标的快速卸甲头，转速开15到20啊。根据你的手速来，理不理解啊？手速越快，打磨机可以开得越快的。然后一样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靠近皮肤的地方，靠近我们甲廓的地方，用的是头部。然后建议大家一定是先从1区开始。为什么？啊，告诉你们为什么。我把吸尘器关掉。告诉你们为什么一定要从1区开始。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一定要从1区开始。当你一开始你就上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就是这个角度暴露在顾客的眼前啊，你知道他看到哎这个打磨的好大，然后齿痕好明显，我好怕。然后而且如果假设你这里有一颗石头，可能透明的石头你没卸干净，它造成打滑了，你可能顾客不会出血，但是他会觉得疼的同时他会被吓到。所以一定是这个样子，说这个样子的顾客是在这里，这个顾客是不是在我们对面，他的视角我们打磨头是不是很小，而且体现到的是最细腻的地方，他就不会觉得那么有恐惧感。其次，这个哪怕往左边打滑，打到的也是我们的大拇指，而不是顾客的皮肤，他就不会受到惊吓啊。这也是一个细节，一定是先从1区开始，一定是这个角度先尝试，给顾客一个缓冲，然后我们2区是不是再横过来，他就不会那么容易怕了。因为做美甲的顾客的小姐姐就是很矫情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的顾客群体他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什么呢？比较心思细腻、在意细节的小姐姐们才会来，愿意去为了美而花钱的。我们的顾客群体它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我们要考虑到顾客的整体舒适度，明白吗？好，我为什么会给大家强调？首先，第一个，刚刚我们在剪指甲的时候的也好，然后还有这个打磨头的第一步，我们应该是从哪里起笔？角度。为什么要去强调顾客的舒适度？就是因为我在日本上班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日本很注重服务细节，它是一个非常注重服务细节的一个国家。就是你这个点，可能在别人那边就是一件很大的事情，你觉得没什么，但是顾客会在意这些细节，而且我们对标的顾客群体，他就是在意这些细节的。所以日式美甲，就是我在日本那边学习的时候，或者是工作的时候，都会去在意到这些细节，并且累积了什么呢？大量的日本当地的，在一家就是非常本土的，就顾客全部都是日本人的一家美甲店。从而累积到了这一些顾客会在意的实操的经验细节，分享给到大家啊，大家可以学习一下。好，那么我继续完成操作啊。然后不要反复打磨，你这个地方厚，你也是先磨一下别的地方，然后再回来再去磨它。指尖的地方可以稍微放松一点，因为指尖它没有甲床，没有甲床就不会有一个触感。我们可以稍微的
多次打磨一点点没关系，但是靠近甲床的地方一定要顾虑到细节，不要让顾客觉得不舒服。那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后缘一区的话是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顺着后缘的弧度我也讲的比较仔细。但是中间的一个情况下，二区的情况下，靠近皮肤的时候，我们要转过来，这个样子去打磨，然后轻微的有一点打弧度的感觉，打直线就会容易碰到顾客的皮肤，打弧线的感觉去做一个操作，然后一样是一层一层的打磨了啊，不要让顾客觉得烫的疼。因为我们不做日式留一层，就是用这个快速的卸甲头，尽量的磨薄胶体。整个过程当中都不需要很用力的，不要用力下压。可以看到，因为我用的这个是，可以看到，因为这个模特用的是一个浅贴的甲片，它其实甲片的范围就只有这一点点，后面都是胶。但是我们要完全卸除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是要用到那个卸甲水的，不能什么样子呢？不能就是光靠打磨机磨到很靠近本甲的地方，很容易磨伤本甲的啊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用卸甲水，还有一个使用卸甲水的时候的一个细节，就是我们要完全卸除我们的这个甲片和胶体的情况下，要用到卸甲水。卸甲水有一个就是操作标准，就是包裹时间不要超过5分钟，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丙酮，丙酮会伤害我们的皮肤，我们的甲床也是皮肤的一部分，所以就会使得我们的甲床容易变得敏感，它变敏感了就会更容易疼。所以就是我们在整个操作美甲的流程当中都要什么呢？都要保护好顾客的本甲和甲床。然后包裹时间过长还会导致什么呢？就是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轻微的损伤，就是我们的甲床会变得略微敏感，然后我们的甲廓部分的皮肤会变得比较干燥、粗糙，容易起到刺。但是比较严重的，就可能你包裹超过15分钟，甲床会产生一个灼伤。为什么会灼伤？是因为我们的卸甲水它是属于一个什么呢？化学药剂啊。然后不管是我们照灯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就是烫的疼？它是一个什么呢？它是一个化学反应。光固化的化学反应。那卸甲水呢，它是一个什么呢？它也是一个化学反应，它是通过卸甲水的胶体去分解你的这个固化的胶的分子，从而软化它，方便我们卸除的一个化学的反应过程。它一样会生热，就你包裹时间过长，它也会灼伤你的甲床。所以包裹时间就是5分钟啊。然后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该怎么包。好，然后我们来包裹卸甲水。包裹卸甲水，首先一个时间的限定，还有一个什么呢？推荐大家就是锡纸包裹的时候就很麻烦，而且它是一次性的，大家去买这种这个是专门卸甲的一个小工具啊。然后它是不完全密闭的一个空间，看得见吗？它是不完全密闭的一个空间，它就会容易挥发我们的卸甲水。就是你觉得容易挥发，就是单纯的只是去思考容易挥发这件事情，会觉得它不好，但其实它是好的。为什么？就是如果你是用锡纸很密闭的包裹它，你一不小心忘了时间，你就会发现包裹时间就过长。但是你这个包裹了10分钟之后，这里面的卸甲水就完全挥发掉了，它就不会伤害顾客的皮肤，理解吗？这个很好，就某宝上啊，某宝上可能10块钱、5块钱，大家都可以买得到的。然后用的是这个棉花。去推荐大家就是这种按压瓶，就是你直接撕了，然后一按，然后放上去的时候有一个细节，要给它折小一点，尽量不要碰到我们的皮肤，就是不要大面积的整个，我刚刚没有折的一个情况下，就是你这样整个大面积的盖上去，后甲廓就会就是一整个被包裹住的状态，不要，就是我们是折一下，然后只要放在我们的胶上就好了，看不看得见这个细节啊？放在我们的胶上，然后给它夹上去。
啊，然后等5分钟的时间，不要超过5分钟，不要超过5分钟。那如何控制这个不要超过5分钟？我们把胶磨薄了，是不是5分钟就一定能软化这个胶体了？胶越厚，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化学过程是要越长的？因为它胶很厚。那我们相对来说用打磨机把这个胶体给磨薄了，那我们肯定就是5分钟之内就一定能软化这个胶体了。理不理解这个细节？这个包裹时间是我们可控的，明白吗？啊，好，那我们稍等一下。我们的包裹时间到了之后，我们来换打磨头。为什么要换打磨头？因为它已经快接近本甲了。然后换打磨头的时候，来看老师的动作啊，就是我们要把这里堆积的过多的粉尘给扫掉，之后我们再换，这样就能有效的防止我们在换打磨头的过程当中，因为这个动作而把粉尘给弄进我们的机芯里面啊！注意这个细节，要扫掉多余的粉尘，再换打磨头。好，然后我们可以看，因为这个起翘了嘛，我们就做完全卸除，然后它都已经全部都起来了，看得见吗？然后我们底下的这些胶体也都起来了，我们的转速就可以开低一点。首先换细的打磨头，也是为了保护不伤害本甲。然后其次转速要开低一点，大概是8到10左右啊，也是为了在我们打磨的过程当中不要磨薄顾客的本甲。起翘的地方都不用磨的啊，它已经飞起来了。然后眼睛要仔细观察我们的甲面，没有胶的地方就不要磨了。它会有一个相对不明显的色差，但是它会有区块，就好比这一块有胶的地方，它其实是稍微偏白一点的，看得见吗？然后没有胶的地方，它就会偏红一点，因为它是甲糖的颜色嘛。所以眼睛看着，不该磨的地方就不要磨。然后有灰尘，它有灰尘挡住你的眼睛的时候，我们左手的大拇指就可以轻擦一下甲面，扫去多余的灰尘。
样我们的整个甲片就完整的卸除了，看得见吗？啊，然后修模甲型，然后顾客想要再做款式的话，就是扣模、前处理，然后做本甲，然后再次延长什么之类的就可以继续操作了。然后不做的情况下的话，我们可以用什么呢？用海绵抛，细的那一面，我们可以用海绵抛细的这一面，再把这个稍微凹凸不平的地方打磨一下，轻轻的磨顺滑一下，然后涂一下指缘油就可以了。好的，那么我们的甲片卸除的课程就到这里咯。刚刚老师有给大家讲了很多细节，大家注意多看几次课程，把这些细节都学到位。你在操作顾客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顾客的舒适度决定了你的留客度啊，这个很重要。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咯，拜拜。